片子稍微有一点长，但我们希望你能看到最后。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全网发了一个调研，是关于千元机影像的。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说啊，千元机扫码就行了，谁用千元机拍照啊？千元机做好续航性能就行了，等等等等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些话都是对的，这也是千元机给大家的固有印象。假如你看过我们之前国人都在用多少钱的手机那期专题视频，应该知道总出货量的1/2其实都在2000块钱以下，这个区间有大量的用户。你现在看视频的这手机多少钱呢？大家可以走波弹幕。人们可能预算有限，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需求，在整个机圈都在追求影像的大背景之下，入门级市场是不是更能体现一个品牌对待用户的诚意呢？大众的关注点往往都在旗舰机上，圈内也比较少有人会把精力放在这个价位段上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这期来聊聊少见的千元影像。难道成本受限这句话就把所有缺点都遮过去了吗？这次参赛的机型都是各家在2000元以下的主销机，当然2000元以下肯定不止这些机啊，但是它们也很有代表性了。iQOO Z5、vivo Y53S、OPPO K9、realme Q3 Pro、红米 Note 10 Pro、荣耀 X20， 而且这期视频上的时候应该双11也该开始了，价格肯定有浮动，大家重点看机型就可以了。先来一张图，我们看一下它们的影像参数啊，就不给大家念了。大多数使用的都是6400万的主摄加上超广角，剩下的镜头大家都非常默契的选择了一个200万的凑数微距。荣耀和 vivo 更是连广角都没有 ，X20 这边是2颗凑数镜头。10月份的武汉时晴时阴，在城市名片黄鹤楼开启我们本次的千元拍摄之旅。在这个人声鼎沸的旅游景点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使用千元机，有的还在使用几年前的非全屏手机，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做这个选题的决心啊！在这个每个人都是内容创作者的时代，长辈们可能不懂手机，但他们也不应该被凑数镜头忽悠。我们直接来看样张啊，在光线没那么好的室内场景 ，iQOO 和 OPPO 的整体观感都还不错，其他几个要么是把灯光给拍得过曝了，要么拍糊了，要么是暗部细节留不住。iQOO Z5 这里点名表扬啊，小图观感甚至不逊于 X70 Pro 加啊，让我们着实有些吃惊。在武昌路隧道下一起出去拍摄的2位小伙伴啊，讨论起隧道上的2行字，其中一位准备拿出包里的潜望镜长焦手机来看一看，没想到直接拍清了梨园红题民国3年10月的字样。我们好奇另外5台能不能拍清啊，没想到除了荣耀 X20 稍差，其他几台都出乎意料的不错。沿着只能通过2人的小道来到黄鹤楼下面的一个商业街，街边挂的福签写满了家人的思念、恋人的甜蜜，还有友谊的见证啊！街对面的2楼是一家小茶楼，我们在楼梯下来了一组逆光，千元机在这种场景下果然都不行了。出了商业街，在侧面找了一个拍摄黄鹤楼的角度，但是这几台手机都没有长焦，只能切换到2倍拍摄。荣耀 X20 的解析力不理想，楼上的南为高拱几个字都快看不清了。OPPO 乍一看还不错，但是 AI 的痕迹太过了啊！明明是个阴天都给拍成了蓝天，旁边植物优化的也用力过猛。自己兄弟 Q3 Pro 的问题也差不多，而且天空过曝了。在这个天桥下，左边是武汉长江大桥，右边是还未汇合的京广铁路。我们想用超广角记录一下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建筑，无奈荣耀 X20 和 vivo Y53S 都没有超广角。我们为了获得更大的视野，拍摄样张的小伙伴只能向后退几步，一不注意差点撞上一位视力不便的奶奶，还好另一位同事给搀扶了一下。拍摄样张的小伙伴正准备拿出手机拍摄，但无奈相机启动比较慢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我们顺着天桥走，左手边天桥下环卫站外，一位环卫大叔在3轮车上吃饭，下了天桥偶遇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过马路。在之前旗舰影像的专题中，我们着重讲了随手拍的重要性，大多数用户都是随手抓拍，但这个价位段 OS 防抖的缺失非常容易拍糊，放大到2倍、3倍，取景框的抖动也非常的厉害。这些机看着后面2-3个镜头非常唬人啊，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卵用。本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，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，生活用品5折起，能买也能卖，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。沿着解放路走到户部巷，买了一份酱猪蹄儿。红米 Note 10 Pro 和 OPPO K9 是2个极端啊，前者这猪蹄儿像是中了毒一样，后者拍出来的 AI 痕迹又是太过严重。顺着小路走到江边的观景台，一位挂着相机手持云台啊，设备非常专业的老爷爷啊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。在征得老爷爷的同意之后，我们随手给老爷爷拍了2张照片。有些遗憾啊，成片左上角的天空出现了过曝，不一会儿天就阴下来了，黑云压城城欲摧啊，这句古诗正形容这个场景。马上用超广角记录 Y53S没有啊，装不下这么多云。换到另一台 OPPO K9 是装下了这么多画面，可惜主摄白平衡一致性差太多了。这次拍摄之旅，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知到千元机的相机稳定性都不是太好。
你可以说这是价格原因啊，但是有些非常明显就是厂商并没有用心去优化，或者说没有优化。比如说照片明显发蓝，比如碰到天空就过曝，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问题。这里卡一下，那里跳一下，都不用像我们这样有专门的拍照体验之旅，工程师稍微用一用就可以发现。在伦敦甲板上有一对母女，女儿估计年近半百，母亲应该也已过古稀。他们先后拿出手机给对方拍照，老奶奶非常开心啊。这边的游客记录下武汉三镇的一座座高楼，都是掏出手机随手拍，视野不够就向后退2步，想拍得清楚就往前挪一挪，这是大众用户最基本的拍照动作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请扣个1啊。本地小伙伴告诉我们，远处是全国第1座电视塔啊。由于船在移动，几台千云机放大到2倍取景框都非常的陡，拍出来的样张都不能看。没有 S 的光学防抖，电子防抖做的也都不怎么样，这可以说是目前千元机的一个通病。轮渡准备靠岸，我们随手拿起 Realme 的 Q3 Pro 啊，发现了一个非常影响体验的问题。只要开启 AI，OPPO、Realme 啊一家的嘛，都很容易把建筑给识别成文本，并且会把识别成的文本给框出来。如果你是应急的抓拍场景，这成片就是直接废掉了，只能手动关闭。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其他机型的文档模式，其他家识别出来之后都是提示文档矫正，让你自己选择开与不开，而且是把整张图片都会保留下来。OPPO、Realme 则是他们认为这是文本，它就是文本，识别到了就自动开启，替你做选择。但是在算法没有那么精准的情况下，把大楼给识别成文本，还直接开启，这反而会更加耽误事儿。来到江绍冈博物馆门口，荣耀和 Realme 成了饱和度战士，这种风格，叔叔阿姨发个朋友圈应该会很讨喜。关闭 AI 之后会正常不少。在这条步行街上，我们拍到了可以给手机无线充的路灯，还有在商店门口一起打游戏的小情侣，还有这张我非常喜欢的凌乱中透着一些秩序的电线杆。这几张都是 Q3 Pro 拍的。我们最后整理发现，这次整个拍照之旅 Z5 和 Q3 Pro 是照片比较多。很简单，你拿着这么多手机出去拍照，这拍一张那拍一张，你拍着拍着就会发现你自己本能的更愿意用谁去拍照。路过一家有粉色霓虹灯的小楼啊，这组样张我们之前发过2台旗舰机的对比，其实这些千元机对于霓虹灯的处理也不错。对于千元机和旗舰机来说，在不少光线充足的场景下，它们的差距并不明显，甚至在某些场景可能更加讨喜一些。也拍了大半天了啊，找家咖啡馆休息一会儿。这家店光线昏暗，光线复杂的场景会给这些千元机带来一些测试压力。咖啡馆里有一只叫胖迪的猫，非常活泼啊。它在这家咖啡馆已经待了3年了，老板娘说它是当之无愧的头牌电宠。当我们想用手机拍它的时候，它有点不好意思，不停的上蹿下跳啊。这时候无论是旗舰机还是千元机，只有糊和更糊的区别了。回来之后，我们在工作室专门进行了一次弱光对焦测试。千元机中 Y53S 对焦比较慢，荣耀 X20 更是半天都对不上焦啊。其他几款手机对焦速度则大差不差。咖啡馆门口还有一个小鸟一样的风铃，非常可爱啊，想给它来一组特写，特地用手动对焦啊，但无一例外，这些千元机都对不上。咖啡馆3楼光线更加复杂，不仅有外面射进来的阳光，还有顶上的青光灯。在这个场景下，红米的表现不错，主摄面积比较小，加上没有光学防抖，这些手机可能要拍好几次才能得到一张不糊的照片。随着拍摄环境渐渐变暗，千元机和旗舰机的差距也逐渐开始显现。晚上轻轨战士下的美食城，红米 Note 10 Pro 和 Realme Q3 Pro 的灯光处理的就不理想了啊。之前大部分场景下表现不太好的 Y53S 这里还稍微好看一些。晚上灯火通明的街道，在3楼露台，这几台千元机都很准确的识别出了夜景。拍摄完成之后也有提示持稳设备，如果你不放大看细节的话，这些观感也都尚可。灯光没有那么多的场景，这些机就都不行了，有的把小区人行道拍红，有的把人行道拍蓝，关键再弱一些就更明显了，只有拍得到和拍不到的区别了。这期我们同样拍摄了数百组样张，专门去复现了大部分用户的各种使用场景，花了很多时间。照片可能会因为你观看这期视频的显示设备的不同，导致观感不同。这个之前视频中我们说过很多次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“千元拍照横屏”这几个字，下载原图来查看啊。对于你感兴趣的机型，先来说一下各个机型的情况啊。iQOO 5是我们这次拍照之旅中综合觉得一台不错的机型啊，主要是它没啥大毛病，当然相比之下也没有好太多啊。这个红米 Note 10 Pro 综合体验成片也都算比较稳定，但是夜景高光呢有一些问题。OPPO 和 Realme 这2兄弟呢拍摄的风格饱和度比较高，如果要是受众年龄比较大的话呢，可能会比较讨喜。识别文本的逻辑呢确实不太好。荣耀 X20 和 vivo Y53S 这对卧龙凤雏啊，从这个配置到体验上都是垫底的，这个差距和上面几台手机还是很明显的。当你看到这期片子的时候，双11可能在进行之中，肯定有些机型也已经杀到了这个价位段，但是这些机型我们即便都加上，也可以大概总结出一个千元机的影像现状。第一个，光线充足的时候，千元机和旗舰机拍照对于大众用户来说差别真没有那么大了，这在2、3年之前的千元机上是不敢想的。第二个，夜景方面都不太行啊，当然这个确实是成本受限了啊。
第3个，软件体验啊，小问题确实明显很多啊，这里卡一下，那里对一下，没有防抖导致成片率也不行，随手拍的体验也大打折扣。第4个，算法，前2个如果你要可以说是成本受限的话，那这里就是明显不用心不在意了啊。前面也提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算法问题，这是非常容易被发现的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非要纠结成本的话，那有钱在千元机上增加1、2个没有意义的摄像头啊，这种面子真的不如给主摄增加一个 OS 的防抖，或者加强一下算法，这种让用户使用起来有非常明确感知的里子。引用网友的一句话：旗舰机看实力，千元机看良心。本次千亿影像之旅，我们在做轮渡的时候，武汉本地的小伙伴感叹道：小的时候，记忆中两江三岸的各种老建筑被一座座摩天大楼给遮盖了，这是城市发展的必要啊！和我们这期视频的主角一样，千元机啊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的需要，因为定价的原因，注定不会成为厂商精力的重点。你在各种数码视频中也很少会看到他们的影子，但和声量很小正好相反的是，他们的出货量却是巨大的。双11快到了，各种促销节，你可以注意一下销量总榜啊，这些机型往往都冲在旗舰机的前面。这个价位段的手机也实实在在的影响着很多大众人的生活。就和我们在盲人那一期视频聊无障碍适配一样，我们希望品牌也可以照顾到各个价位段用户的体验，更何况是更加广阔的用户区间。这些用户可能就是你的爸爸妈妈，可能就是你的爷爷奶奶，也可能就是此时此刻在你身边，跟你每天生活在一起，手里并不宽裕的好朋友。他们在网络中可能没有那么高的声量，但他们一样需要一个好的拍照手机，记录他们真实的生活。OK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啊，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吧，我要的不多，5万就可以了。更多内容精彩，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